今天是5月7号。那么今天上午第二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际期货，也就是美铜这个品种。这个品种是最近一直持续的在观察。那么这里也是今天抽时间分享给大家。整体走势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符合波浪的一个交易规则。那么目前可以看到月线图当中，在相对的高位持续的出现了冲高回落的动作，说明目前美铜有中长期见顶的一个可能。后期如果一旦成立的话，下跌的空间是非常非常的大。下来我们就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去分析一下这只品种的机会。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上市的时间是在1988年，从它上市当月开始就其实是已经步入到了长期牛市当中。整体走势是从1988年的8月份一直涨到了2011年的2月份。那么这波超级牛市整整是运行了23年，价格呢也是从这个最低的 1.15 美元涨到了 5.58 美元， 1.15 高位是 5.58。 23年的时间里面翻了大约是5倍啊！虽然我们看到整体的涨幅不是特别大，但是你要想到它是一个期货品种，你如果加上杠杆的话，那整体的收益是非常非常可观的。那从这个 1.15 到 5.58， 整体是走出了一波上涨的5浪上涨、5浪上行，1浪、2浪、3浪、4浪的调整是非常非常深，然后5浪。那么这一次的5浪上涨结束之后，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那么紧随其后的将会出现 A、B、C 的一个3波调整。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波走势，调整走势，从 5.58 跌到了 2.47， 这一波走势可以看作是调整的 A 浪。这里重点要分一下 A 浪的一个走势啊 ，A 浪内部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 A 浪的内部它是出现了一个5波的一个形态， A1、A2、A3、A4、A5。A 浪出现5波，按照波浪理论的形态学来说的话，那么这里的 A、B、C 调整大概率是一个535的锯齿形，535锯齿形，那意味着后期整体往下的走势，虽然当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 浪反弹是比较高啊，基本上是接近了 A 浪的一个起点的一个位置，但是并不影响后期我们整体去看空。这个 B 浪反弹我们可以看到月线图当中也是走出了一个3波的一个形态啊，这是符合这个3。那么从这个 B 浪的高点开始 5.44， 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了 C 浪的下跌初期。因为我们目前可以看到，除了波浪的形态来说的话，它是大概率是进入到 C 浪下跌，同时呢整体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是在高位形成了一个3重顶的一个走势，整体的一个颈线位置啊是大致是位于 3.8182 的位置。那也就是说后期一旦跌破 3.81 或82，那么就会朝着 A 浪的终点附近的位置去下行。那么目前可以看到近期它是不断在这个位置反复震荡，那么其实对于做空者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机会。当然按照 A 浪的下跌内部结构，这边 C 浪大概率也是一个5波， C1、C2， 后期可能有一个 C3， 再反弹 C4， 再完成一个 C5。 其实对于我们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参与这个 C3 啊 C 浪3的一个机会。整体的波浪结构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那下来我们切换到更小周期，切换到这个日线图，我们再拉出黄金分割看一下，可以看一下最近的这一次反弹的一个高度。那么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一次反弹，它其实是受制于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就是 4.91 美元这样一个点位。虽然中途刺破了，但是最终是跌下来，它的高点是在 4.98， 这一次的反弹高点是 4.98。 波浪理论当中我们要允许这种毛刺的出现啊，因为价格是一个动态的，它给出的压力或者支撑它也是一个相对区域，而不是一个绝对点位。因此 4.91 目前这个地方的压制
是完全有效的。那么近期我们就可以围绕这个 4.91 和到 4.98 这个压力区域考虑去分批的布局中线空单等待后期整体美瞳走势继续往下去运行。它整体的运行结构呢，这里我大概画一下。这是第一种下跌的一个走势。那么第二种下跌走势，那可能就是从这个低点直接破位下行。以上两种可能性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么首先这里我们还是会看到整体的一个区间底部大概是在 4.08 这样一个位置，这属于一个中短期的一个目标位。这里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已经将美瞳的形态结构都一一分析清楚了。同时我们在日线图当中也找到它最近的一个压力区域以及短线、中短线的一个下跌目标。那么剩下的我们就是等待后期市场的一个验证。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期货品种，也依然可以去留言，那么我们也是通过分析看能不能帮助大家找到一些参与的机会。那好，今天上午关于美瞳品种的波浪结构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